不是所有的故事都能被流传，然而所有的故事终将被遗忘。水中火，火中冰，笼中兽，枕边刀，一切都那么疯狂，但最疯狂的还是时间。时间让一切轻易地飘散，就像短暂的一笑而过的风声。而如果时间能够倒流，我想我依然会像当初那样走上那艘船。顾小梦，24岁，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数学系。你左手边坐的是3017和3112，他们中的一个从保险柜里偷走了重要情报。从现在开始，你有10分钟的时间，找出这个偷盗情报的间谍。
3112。马上给他加试1道疑点测试。是。一旦测试通过，立刻抽出档案，直接调入机要处。中文密电破译，你有20分钟的时间。开始吧。可是按规定，凡是调入机要处的新人，一律由人事处那边重新审查家庭背景和个人经历，不然调不出档案。你猜猜，一块 Venture Constantin 的镀金女士手表要多少钱？一块仕女表，10户中人妇，他抬手就给砸了。24岁姓顾，在美国念的大学，整个杭州大概也只有一个顾家能养出这样的气魄。处长，您是说苏杭船王顾民章？没错，顾船王，南京国民政府经济委员会副会长，汪主席的座上宾。像这样的家庭背景，还用得着人事处再审查吗？顾副会长，顾小梦特训班结业成绩：体能以下，射击甲上，侦察甲中，格斗以下，破译甲上。破译完毕。密电内容：谍报工作的职业生命是什么？是什么？忠诚。4分23秒，你是第2个取得这样好成绩的人。第一个是谁？处长。处长，76号主任办公室来电，丁主任怀疑上个月的531号密码本已经泄密，请您帮忙再另编译一条新密码。这一次不要经过张司令，直接派人送到上海，送到76号他的办公室。还有就是日军司令部情报部组织那个业务研讨会派谁去？1年研讨7、8回，应付个闲人吧。顾小梦的事儿办妥了吗？这个还没有。怎么回事？顾小梦被分到司令秘书处了。张司令定的新规矩，凡是人事调动，除了他签字之外，还必须要让吴大队长同意。喂，赵处长吗？我金生活。金处长，你打电话是不是为了要问机要处新任科员顾小梦的事情？一打电话你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。对，是顾小梦。我知道有新规定，但你想想，吴大队长剿匪倾向这么忙，哪有时间过问什么人事安排这样的鸡毛蒜皮的小事？金处长，这件事情我也很为难啊。赵处长，我这可是替你着想啊。顾小梦要是分到秘书处，那白秘书往哪儿搁呀？你也知道，这整栋楼里，谁要是得罪了白小年，谁不知道白秘书和张司令之间的关系呢？比亲儿子还亲。好吧，这件事情我来想想办法吧。这就对了嘛。下人，谢赵兄，你马上找到姓赵的，办完转接手续，亲自送到南京金密寺备案。是。找到金密寺孙处长，务必打听一下副司令的人选。
这张司令的报告里写的是谁？是。啊，对了，处长，听说这个业务研讨会，吴大队长也去，由他负责安保警戒工作。那你跟张司令说一声，这次研讨会我亲自参加，李科长也要去。机要处一定要在日军情报部面前替张司令把脸面争回来，为他这第一把火烧得更旺添一把柴。另外，机要处新任科员顾小梦也要去。刘少校，走吧。下一个，都仔细点儿。是。下一个。走进，走进。部队一。準備はどうだ？少佐、整えました。行ってこい。はい。急げ急げ。口だ。少佐、少佐。金处长，您也来了。金教授，请。请。少佐，起立。我是情报部第2科科长参警寿一。由我来向诸位转达此次业务研讨会森田大佐的部署。诸位面前的文件里，是我们刚刚截获的一条国外军事密电，请诸位专家务必在2个小时内破译成功。森田大佐已经得到了松井司令的准许，最先破译该条密电的破格进显2级。开始吧。
顾小梦，机要处科员，金生火处长部下。2糖1盒。这是什么？甘草片，泡水敷面，可以防风吹日晒。怎么？不信你尝尝。干什么？你们干什么？给我搜！别动！我是剿总的少尉军官，按照军规，下级不能冒犯上级，男兵不能搜检女士。你们是想被军规处分吗？吴大队的兵只管上命，不怕军规。给我上！再过来我就从这跳下去。我死了，谁都别想活。李科长，怎么还不动手？没有必要。没有必要？难道你看出来了？因为解不出来。这种复杂的算法肯定是德军的恩尼格玛。恩尼格玛1代机在8年前被波兰人破译，已经没有人在使用。也就是说，这密码是由2代密码机加密的。没有恩尼格玛机，单靠手工破译，别说2个小时，2年也算不出来。13分钟，我终于听到我满意的答复了。想死，知道什么是死吗？吴大队。这种微型相机，全司令部就2台。想拍什么？军备、布防，还是军事情报？什么都不想拍。我带他上船，只是为了收集研讨会的学习资料。收集资料？难道不知道情报部组织所有的会议都不准拍照和录音吗？我不知道，是金处长让我借了相机带上船。这回答好，光这句话就足够把你跟金生火送到审讯室了。把相机和他押到森田那去。可是吴大队，森田大佐现在……我不说第2年。是。您就是吴柱国吧？他们都说，您年纪轻轻就升得这么快。是因为军功多，杀人多，可不是因为只会巴结日本人。见过杀人吗？你就是王主席麾下的王牌铺议员李宁宇，果然名不虚传。一眼辨真金呐！诸位手中这些密电，不是普通的电文，而是德军的恩尼格玛。你们
今天的任务，并不是要让你们破译这道电文，而是要根据帝国这1年多来截获的所有的密电，从中推导出德国第2代恩尼格玛机的构造。各位，请看，America、English、France、苏联这4个国家的密码机现在都在这里，可以供诸位参考。站住！李小姐，你什么意思？你还想说这不可能？就凭给的这几台密码机，不可能。民国26年，日德盟国签订对苏军情报交换协议后，德国军方曾经赠送给日本几台初代恩尼格玛机，日军军部沿用至今。后来，德军又对初代密码机进行了改装，形成了他们现在使用的2代恩尼格玛机。初代恩尼格玛机中只有3个转子，每个转子都会对输入的字符进行一次替换加密。经过3次替换加密后，密码表的总数会达到10万多个。信号通过3个转子之后，还会通过反射器，然后反向通过3个转子。转子还会联动，转子位置随着输入改变导致密码表改变。除此之外，在键盘信号传到转子之前，还会通过一个接线板，接线板的具体接线也是密钥的一部分，大大增加了密码表的数目。1933年，波兰的雷耶夫斯基通过制造了复制机型，破解了1代恩尼格玛机。德国被迫新增了扰码转盘，波兰人再也没有能够破解。理论上说，如果没有恩尼格玛机，单靠手工暴力破解绝无可能破译。只要替换加密模式，就意味着不同的字符被替换后输入结果都不会是它本身。所以，只要统计不同的字母出现的概率，利用德语语言学统计模型进行推算，一样可以推导出恩尼格玛机的替换规律。只要截获的密电够长，请您不妨算一下，截获的密电要有多长才能够统计出上亿个甚至上10亿个密码本的规律，并且能解出信息密钥。所以，如果森田大佐想在短时间内破解2代恩尼格玛机，唯一可行的方案就是要拿出初代密码机，包括子密，供我们研究改装，才能像雷耶夫斯基一样完成复制机。李科长，你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吗？不管初代或2代恩尼格玛机，都是目前我军最牢靠的加密手段。一旦暴露，那我军密码体系就像狮子袒露了肚腹。我绝不允许这样的冒险。破译本来就是冒险，没有一次破译是不需要付出代价的。根据密电倒退出密码机，就像照着一颗鸡蛋画出公鸡一样，根本不可能。如果大佐真想破解2代密码机的秘密，就必须先把初代密码机暴露给我。李科长，我怀疑你是敌方的间谍，特意刺探军部密码机的秘密。你有3秒钟可以坦白。你起，你撒。报告！
来人！报告大佐，剿总司令部情报处顾小梦违规携带相机上船，还企图拍摄照片，被我们给拦下。大佐，这一定是个误会。不是误会，是预谋。这2个人都是你的下属，一个要曝光密码机，一个要私携相机上船。如此相互的配合，只有一种可能性，那就是金处长你精心筹划的窃密行动。この3人抑えれ。司令部に報告し、俺が直接尋問するから。好，慢着，不用麻烦大佐，我自己来审。顾小姐，我想请问这位是谁？他叫什么？我指的是他，叫什么名字？他谁啊？大佐，这位小姐昨天刚刚入职，他们2人从未谋面，何谈相互配合？机要处成立之初，大佐亲自批准配给剿总司令部2台相机，其中就有1台归鄙人直接使用。我如果想窃取军部恩尼格玛机的机密，何不把这种最先进的照相机安装在手杖里、茶杯里，或者在这雪茄盒里，这样就能轻易的躲过搜检。我金某在情报界总也有20几年的资格了吧，还不至于蠢到这一步，让这位刚入行的顾小姐带着这种照相机，明目张胆的到这个场合来。别说了。从您出现到现在，一共走了85步，说了341个汉字。我的记忆力比相机还可靠，甚至照片拍不出来的，我都能记住。要窃取2代恩尼格玛机的秘密，我根本不需要什么相机。至于这个人，昨天才到机要处，还够不上跟我配合。果然是新的。顾小梦，这一切都是你的私人行为，很抱歉，我无能为力。抑えて、点。是，走。发送电文前，随机选取3个字母作为信息密钥，在恩尼格玛机上输入2遍。妈的！你刚才在说什么？恩尼格玛机的信息密钥系统。你怎么会知道？因为我不仅是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冯诺依曼教授的学生，我还是施伦堡的朋友。我现在说的，是现任德国中央保安局4处一科科长施伦堡先生亲口告诉我的。你怎么会认识他呢？施伦堡先生在遇见我父亲时，还是波恩大学的一个穷学生，靠我父亲的资助才完成了学业。所以我在国外读书时，施伦堡先生也是对我格外照顾，并且教我如何使用2代恩尼格玛机。如果我要是窃取信息的话，应该不会在这里，而是回到施伦堡先生的办公室。简直是天方夜谭。我相信，他说的应该是真的。情报界早有传闻，早在10年前，初代恩尼格玛机的原理图就被德国情报系统的叛徒泄露给了法国，所以德方才会研制了2代密码机。
石伦宝先生把已经泄密的天机透露给资助自己的恩人，惠而不费，也就合情合理了。你说这话得要有证据。我没有证据，可大佐，您一定有证据。大佐可以回忆，这1年以来，军部的情报总共有多少次泄密？只怕没有上百，也有数十。同样使用恩尼格玛机，德军海军的情报体系一直安全可靠，我部却屡遭破获。难道不是初代密码机已经泄密的有力证据？李科长分析的有道理。这欧洲人知道了，那苏联人一定也快知道了。一旦苏联人知道了，那就离重庆和延安知道不远了。不许打骂人！李科长，你刚才说过，任何一次的破译都是要付出代价的。如果这一次的代价是你们的生命，那你还要冒险吗？大佐，如果我无法攻破2代恩尼格玛机的核心机密，反而导致军部密码机的泄露，所有后果我一力承担。李科长，你领章上这颗星还不够赌这么大的局。大佐，我们机要处3个人精诚一致，以自己的性命来赌这个局，您看够吗？阿格尔，莫德奎，这阵中会再走96个小时。走完之后，如果诸位还没有破解第2代恩尼格玛机，将纸上的电文破译成功，那这之中将会是诸位的丧钟。跟人一样，为了争口实，连血都吞得下。可惜了这身白金的羽毛。今天如果能够成功破译，当然是皆大欢喜；如果不能，那今天所有参与这台密码机基础核心的人，都将是情报部的替罪羊。诸位，敌人能力有限，就先退出了。别说了，我们也先退出了啊！我先告辞了啊！告辞。慢走，慢走。李科长，您真的有把握破解得了吗？您也是专家，应该清楚这是怎样的任务。作为破译员，向您致敬。金处长，我这就把信息密钥写下来，协助李科长破译。请指教，我刚刚哪里说错了？你没什么地方说错了，就是细节说的太多。所以我在国外读书时，施伦堡先生也是对我格外照顾，并且教我如何使用2代恩尼格玛机。如果我要是窃取信息的话，应该不会在这里，而是回到施伦堡先生的办公室。我希望您以后再吓唬人的时候，
不要纠缠于什么所谓办公室的细节，更不要强调知恩图报，因为这些都是为了编造谎言、增加可信度会留下的刻意痕迹，明白吗？明白了。哎，我烟瘾犯了，想出去透透气儿。李科长，金某无能，就仰仗您了。时间紧，任务重，我留下来协助你。连一个谎都说不好，你能协助我什么？吴大队难得这么闲情逸致啊！春荒战乱，日本人又在维港造船，水鸟都快饿死了，喂他们一顿饱饭，金处长容不下。别这么说嘛，我也是好意。自古鸟为食亡，这吴大队手上的食儿也不是那么好吃的。啊，不过我还是要感谢吴老弟，你这么煞费苦心把人带到了森田跟前儿，让我有一个当庭申诉的机会。不然的话，就凭着森田的做派，只怕我一离开会议室，就得死个不明不白。你该谢的人不是我。哦。都在同一条船上，难逃同生共死。你好自为之，不要连累其他人。想干什么呢？您说什么呢？顾少尉，我倒似乎该问你一个问题呀：你为什么要携带相机上船？为了保存研讨会的学习资料。那为什么一口咬定是我让你带上来的？我当时也是被吴志国吓坏了，也是急中生智，就说是您让我带上船的，想说他能看在您的面子上对我网开一面，可没想到他今天是网开一面了，但不是看在我的面子上。那是李明玉。看来那些传闻是真的，唉，我倒要好好谢谢他。你也犯不着先感谢谁。即使你顾少尉进了日军司令部的审讯室，那顾老先生神通广大，为了让他的千金脱险，只不过是给汪主席打个电话的功夫。可我金某人就惨了，我背靠冰山，只能是九死一生了。处长，您说咱这船开向哪儿啊？不知道，大概是开往地狱吧。
经过去7个小时了，就算我毫无用处，金处长，您也不过去看看吗？我可听说过，当年您在戴笠麾下时，曾经独立破译过一个苏联红军的特级密电，是军统里数1数2的破译专家呢。人生不堪话当年呢。顾少尉倒是打听了我金某人的当年，有没有听过李科长的履历啊？民国22年，德国哥廷根大学数学系毕业，24年随其夫加入了张学良创建的四维学会。他结婚了？那吴大队长？西安事变前，其夫病重身亡，随之就脱离了与四维学会的关系，再赴德国进修电讯专业。次年回国，与当时的英国驻华大使馆高级翻译，也就是现任的丈夫结了婚，投在了钱司令的门下。再后来嘛，日进英退，这个翻译丈夫不得势了，然后又随着钱司令改换门庭。又是张学良，又是英国人。李科长时运不错，步步险棋都能化险为吉呀。干你我这一行的，没有一个人单靠运气能够化险为吉的。入职不过4年，苏联的密码破译过，军统的密码也破过，连共产党的密码他也破过。在咱机要处没有他破不了的电文。去年的青岛会谈，要不是他提前破译了中统的刺杀令，那汪主席的命恐怕早就丢在迎宾馆了。连丁主任都称赞他李宁玉能够抵得上整个76号，再外加一个特高课。会议完毕。4分23秒，你是第2个取得这样好成绩的人。我知道了，五考破译时，您说的那个第1个取得这样成绩的人，就是李科长。我说的还不准确，他比你整整提前了1分30秒。原来如此，怪不得像吴大队长那样的人，明知道他也甘愿倾倒。像李科长这样的女人，群下之臣可不止一个吴志国，只不过这吴志国煞气中还能活得住。如果李宁玉破解不了2代恩尼格玛机，森田就会把所有人都当作泄密者处置吗？我倒是担心李宁玉真把密码机给破解了。为什么？你想想，初级的恩尼格玛机的泄密，不就是因为那个德国情报员的背叛吗？日军想保证新密码机的设计不被泄密，最好的办法就是杀掉这个破解者。我现在终于知道，为什么金处长不肯去助李科长一臂之力了。只可惜现在想躲也躲不过去了。你有没有想过，这日本人为什么非要改装恩尼格玛机？不是因为初代机可能已经泄密，需要更安全的2代机替换吗？如果已经不信任恩尼格玛机了，犯不着用这么大的力气，非要改装成德国人现在用的2代机。这么干的理由只有一个，那就是日本人要掌握他们这个德国盟友高层的机密。所以，只要破解成功，森田就会杀人灭口。要是换作戴笠，一定会这么干的。破解不成，会被当作泄密的替罪羊；破解成功，会被杀人灭口。所以这次，
无论成败，都是个死亡任务。其实我早该想到，一个业务研讨会，为什么非要上船出港？无非是让你插翅难逃。没想到咱们是自投罗网，自投罗网啊！金处长，没那么悲观吧？虽然您军统的经历不堪回首，可死里逃生的经验可不止1次2次了吧？金处长，我们现在是一条船上的人了，您就是我和李科长的指望了。若有什么逃出升天的计划，我定全力配合。只要我金某人能活着下船，顾小姐就一定能平安回家。现在我想请你回答一个问题。您说，谍报工作的职业生命是什么？是信仰。答案我只说一次：谍报工作的职业生命就是生命。保住自己的性命比什么都重要。1、2、3。还有整整60个小时，60个小时之后，这钟表就会响起，要么是为我们庆祝，要么就是报丧。生死存亡，就在这长短针几圈转动之间。我现在需要做什么？做3件事。第一，从现在开始就不要和李明玉有任何接触。是。第二，就相机事件，马上写一份检讨书，向张司令请求处分。顾小姐，
我金某之后，有很多地方要仰仗领尊，负天下人也不敢负您顾小姐。没问题。这第三，去找吴志国，没有他的配合，我们所有的计划都是水上对沙。教授，出去啊！啊！金生火让你来干嘛？你怎么知道是金处长？就凭你，没那个胆。我们现在都只剩下60个小时的命了。如果李宁玉破解不了2代恩尼格玛机，森田就会以泄密为借口处置我们。如果他成功的破译，为了防止密码机泄密，森田还是会杀你们灭口。既然吴大队您都知道这是一个死亡任务，您就不替我们着急啊？我们把话讲清楚啊！你口口声声的我们，也就你们机要处3个人。我主要的任务是安保布防，其余的跟我没什么关系。可是，李科长，在你说的“我们”里面，这还不够吗？金生火就要你来说这个。金处长还说了，只要吴大队肯助一臂之力，他就有办法帮大家搏出一条生路。他有办法。呀，吴大队来得及时啊！这酒刚醒了半个时辰。请。我知道吴大队手头功夫硬，但我金某人20、30年的风雨都熬过来了，见过血。顾少爷，这是检讨书，你马上把它抄一遍。我在金处长眼里就一介莽夫，手上功夫在意，
也比不上金处长的手段力。但在这上不着天、下不着地的海上，金处长手硬如铁，也掀不起漫天风浪。我奉劝你一句：别害人害己。顾少尉，现在你应该清楚，为什么我让你去请吴大队长。这吴老弟对我的成见太深了。吴老弟，借用一句你的名言，这一条船上的人难逃同生共死。可我现在只想救人自救，没工夫害人。救人自救，你身为机要处的主管，森田下达任务，你临阵脱逃，躲在这里不闻不问，就是为了想把自己给撇干净。这检讨书发出去，张司令就得看在顾明章的面子上来救人。你和顾少尉两人就能一走了之，留下一个李宁玉来顶罪，足够了。姓金的，别跟我说你没想到这个点。没想到吴大队手段硬，心思也硬，我就是这么想的，一点没错。金处长，李科长可是万里难挑一的破译天才，他的命太重要了，要是拿他挡在我们面前，我也受不起。二位都知道，我金某出身军统，主管过内部督察。从我手上过的，不管是贪污的黄埔直系，还是为敌的剿匪功臣，哪个不是心狠嘴硬、杀人如麻的悍将？我金某人前后经手过117件案子，除了死人，这没有一张嘴他吐不干净的。你我都是人，这人的本性最擅长出卖和背叛。哪怕知道同舟共济是上策，也没有人愿意把自己的命交到别人手里。于是这天底下的船，少有被外头的风浪掀翻的，都是翻在自己人手里。吴大队，顾少尉，我们现在3个人就如同审讯室里的犯人，结盟同生，背盟共死。你们是愿意相信我金某人，还是背叛？你们自己挑。给我一个相信你的理由。我想活。可你不让我活。金处长要当副司令，我就得死。副司令，你来做。我明人不说暗话，如果此番金某能救了顾船王的千金，这区总队副司令是不是小点儿？金处长，既然要结成生死同盟，就更不应该把李科长弃于船外了。我什么时候说过不救他李明玉了？这第一步首先得救我自己，第二步救你顾小姐，然后我还有第3步，能救活他李宁玉。否则的话，我怎么敢请吴大队上这儿来喝酒呢？就凭你？对，我已经找出了破解2代密码机的方法。大佐，李宁玉破解不了2代机，我敢断言，他根本不想破解2代机，而是假道伐国，窃取军部密码机的机密。你有什么证据啊？你不是也主动的退出了吗？我退出就是为了要拿到他延误破解工作的铁证。把这个交给李明玉，
你负责安保接近他，应该是顺理成章。这什么？破译的德军电文。你已经破译了2代恩尼格玛机？不是破译，是猜出来的。这是德军、苏联、重庆方面。只要德军对苏联有军事行动，那么日本人就必须履行在远东战场上牵制苏联的承诺，对苏宣战。我敢断言，不到万不得已，军部绝不愿意和苏联开战。再加上重庆这头是败而不溃，情报部这么急于破解2代恩尼格玛机，我想应该是为了监控德军对苏的战略动向，所以我就赌了一把，把我们的命都压在苏联头上。没错。越是破解的愿望，越是愿意相信最担心的结果。只要破译的这份电文是德军对苏联的军事行动有关的，那森田就一定会信以为真。那破解2代机的任务就算完成了，至少他李宁玉眼前这道坎儿就算迈过去了。金处长，可您之前也分析过，就算破解成功了，我们还是会被森田杀人灭口，避免泄密。所以说这道电文，它必须是假的。要想真正破解恩尼格玛机，有3个条件缺一不可：一，就是密码机的内部结构原理，这是李宁玉正在破解的；二，是德军的操作守则，就是你顾小姐用来吓唬森田时用的所谓密钥信息；这第3嘛，就是在发报之前，德军发报员所要执行的加密口令，这是1万个顶级的数学家也无法破译的，这靠间谍偷取。但根据我对德军情报系统的了解，他们几乎每天都会更换加密口令。所以，只要日军间谍没有窃取到德军当日的加密口令，就没有办法验证改装后2代机的真伪。对。只要情报部一天不能确定这个密码机是否改装成功，他们就一天不会轻易动李宁玉，更不会处置我们。如果争取到这段时间，加上汪主席和顾传王的庇护，至少我们这几条命暂时可以保下来。这就是你的第3步，还不止这些。你负责安保，我相信你应该能够接触到船上的发报系统，我拜托你马上发报，把顾少尉的检讨书发往司令部，让张司令速颁就令。那第2件就更简单了，等李宁宇宣布密码机改装成功，你就随便杀1个人，让他们相信这船上混进了军统特务。这又是为什么？根据日本陆军内部的分工，抓捕国共特务应该是陆军特务机关直司所在。可破解2代机是个机密任务，情报部一定不愿意特务机关插手，所以，那森田大佐就必须尽快的结束任务，息事宁人。也就是说，李宁玉破解的2代机到底是真是假，至少在这条船上就不会再追究了。千算万算，金处长，你还是漏算了一条。他可是李宁玉啊！还记得在青岛会谈那一次，他为了坚持自己破译的结果，连76号的禁闭室都敢下。他这样的人，你要他拿假密电逃命？金教授，
过目。诸位，你们的结论也是这个？是。大佐，您过目。说结果。林宁玉的结果，不，他的验算只是在寻找初代机的密码本规律，根本没有涉及到二代机的结构改进。我倒想问问吴大队有什么妙计可以脱身呢？杀出去。我知道吴大队能杀人，可现在上不着天下不着地，能杀到哪儿去？到水里。痴人说梦。我也只有3步。第一步，挟持森田。第二步，杀几个人。第三步，抢到后舱的救生艇，一起走。我看还是你吴大队这计划干脆利索，手起刀落，一走了之。可我还是想不通啊，他李宁玉才高气傲，既然不愿意用假密电逃命，难道就愿意跟着你吴大队杀人逃窜？如果把这2条路同时摆出来，让他李科长选，还是我金某人这弄虚作假要来的体面些。哪个来的比较体面，那得让他自己挑。行，那让我们来问问这顾小姐，你也是个姑娘，你愿意跟着吴大队冒这个险，即使九死一生拼杀出去，这一辈子也得隐姓埋名当逃犯，你愿意吗？进来。吴大队，说。金圣贤向森田告密，说李宁玉是在附近。我知道了，出去。哎，怎么了？那个朝鲜专家金圣贤向森田告密，说李宁玉不是在破解2代机，而是在盗取军部初代机的机密。森田马上要去审讯李科长。带上那个，快！水少佐。はい。本部に報告。尋問を準備しろ。は。では、李寧と一緒に来た金生保一行は。そういうことを聞くな。はい。得给李科长通个信儿。
现在就算想选也没时间了。我去拖时间，你们找他。回げろ。はい。なんでこの秘伝室の警報です。危ない。早く行こう。はいはい。玉姐，你来干什么？森田要杀你。金圣贤诬陷，说你不是在破译，而是在窃取初代恩尼格玛姬的机密。他马上就要过来兴师问罪了。你现在只有这一条路了。这是金生活伪造的密电，就用它向森田证明你已经破解了2代恩尼格玛姬。别犹豫了，没有时间了。どういうことだ。大佐の船から送った。早く。開けろ。一撃で死んでいます。船に確認を入れろ。はい、わかりました。大佐、本部から来電。大佐、殺し屋じゃなくてスパイだ。この発信機盗用して不明な放送局に発信する人がいる。本部にボンドラされたんだ。その内容はまだ激しでいない。後ほど伝えてくる。本当にスパイがいると。早くリニー事務しろ。行こう。行くぞ。如果没有算错，时间应该还剩下38个小时。我相信，虽然还剩下了38个小时，但是你已经完成了你自己的任务。完成？那恐怕要让大佐失望了。你不但窃取了我军恩尼格玛姬构造的秘密，还用发报机将它发送出去。你很得意是吧？你不但是破译的天才，而且你还是一个出色的盗窃间谍。说吧，你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？你的上级是戴笠还是徐恩曾？我只会一种审讯手段，说实话你就活，不然你就得死。我不大明白大佐这些话是什么意思。刚才的警报声你听见了吗？有人盗用机电室的发报机，向不明电台传递了情报，还杀了一名大日本帝国的士兵。这跟我有什么关系？
我一直就在这里不眠不休完成大佐交给我的任务。别再装像了，这是你亲手写下的推算稿纸，赖不过去了。这上面全部是初代机的构造原理推算，还有密码本的规律，毫无涉及到二代机的更改方案。你的兴趣点只是在初代机的构造机密上。你刚刚完成了初代机的结构分析，就有人盗用电台强行发报。除了你，还能有谁？按照保密规定，这种密集任务的破译资料是要全部及时销毁的。是我从销毁炉前抢出来的，没想到自己的罪证没能及时处理掉吧？大佐，从你们昨天离开至今，我向他们前后交出了4批稿纸执行销毁。不知道金前辈只是抢出了这一份，还只是把这一份呈给大佐看了。如果大佐看了那4批稿纸，就会明白，我不仅仅是验算了初代机的构造原理和密码本规律，还模拟了从初代机到2代机的改装结构，推算了密码本的变化矩阵。如果您只看到这一份稿纸，凭什么就断言我在窃取初代密码机的机密？如果全部的稿纸都在你手里，那么这样误导大佐陷害我又是为了什么？こいつの部屋を探せ。はい。金前辈对我的指控，只怕说不过去了。你一定还有同伙。金前辈，作为一流的数学家和破译者，你应该知道，像恩尼格玛机的机械构造，根本不可能用3言2语向一个局外人解释清楚，更不可能用一条简短的电报发送出去。如果我真是窃密的间谍，应该是会想方设法活着下船，亲自把详细的构造情况交给上级，绝不会冒这样愚蠢的风险。因为你明白，自己根本不可能活着下船，你破解不了2代恩尼格玛机。你凭什么断言我破解不了？天才也是人，这世上只要是人的大脑，绝不可能跟机械对抗。不好意思，让你失望了。我已经完成了改装。森田这会儿应该相信船上混进了地方特务。太好了，给司令部的电报发了吗？你放心，张司令他一定得来。慢，破解辛苦，验证这样的琐事儿，就由我代劳吧。如果验证成功，是否就能证明我李宁玉没有窃密的嫌疑？可以。但如果验证失败呢？我就认罪。一言为定。验算完毕，
鄙人惭愧，不懂德语。听说李科长曾在德国留学，那就赶快为大佐翻译吧。